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家是外地的，我父母不太同意，是我一直在坚持，所以能走到现在。他现在对我总是疑神疑鬼，对我很不信任，经常和我吵架到大半夜，我精神都快崩溃了。在这样一个年纪，情感又出现了问题，想来他们一定内心是惶恐的。三位老师怎么帮助他们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雷来自辽宁，是一名公司职员；女嘉宾小刘，35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减肥顾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的到来哈。你来这儿是想跟他继续呢，还是说听听？想继续啊。想继续。那我们就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吧。两位谈恋爱谈了多久？在一起应该是2年了。处得怎么样呢？以前就是说我们2个非常好。到什么时候变得不那么好了？最近，大概有3、4个月了吧。在这之前呢，我是有过一段婚姻，就是因为老公婚外情嘛，我们2个就离婚了。半年之后，我们俩相遇了。在这相遇之前呢，他有过前女友啊，但是他的前女友呢，就是在父母的反对下呢，就是回去相亲去了。我问一下啊，这个岁数前女友多大？前女友比我小10岁左右。你跟前女友分手的理由是他们家人看不上你，逼他回家相亲。对。他家人反对的原因是什么？觉得我性格方面和他不太般配。最近3、4个月关系不太好的是吧？对。主要反映在哪些层面呢？最近打电话你净背着我打，而且那个接电话也背着我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不你老是疑神疑鬼的吗？我打电话你背着我，我能不疑神疑鬼的吗？我打个电话什么，你老是查，这闹得别人都以为我有什么事似的。有些事情再说我是私人上的事，也不必要你都知道啊。以往的咱俩那个 QQ、淘宝啊，密码，咱俩都是共用的。现在你怎么改了又改呢？外面骗子不是多吗？改个密码，这不防止被骗吗？这个你还不理解吗？理解，你净理由，你咋那么多理由呢？他问一句啊，是按这个听您这说法，那意思就是过去他的这一系列的密码都掌握在你的手里，等于现在不知道了是吧？对呀。因此心里恐慌了是吗？对。然后他还背着你打电话，对不对？对。过去无论多忙，我不让他来接我，他都会来接我。现在呢？现在你让他来，他也不来了呀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忙，主要是忙，业务多，公司要求很严，所以说我得好好干，就是为了多挣点钱。以前咋没那么严呢？现在你又来严来了。那刮风下雨的天，以前我不让你来接我，你都来接我，现在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来了呢？我这不是新换了工作吗？刚进这家公司不久。那你最近怎么天天每天都醉醺醺的回家，而且偶尔的就有异性送你回来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为什么你喝酒还有女同志送你回来？就是那个前女友嘛，前女友回老家相亲失败了，她也没有工作，回来就在我这个单位啊给她找了份工作，就这么为这个事啊，那天就是一起吃个饭，时间挺晚的就回来了，也没有别的事情。就忙得有时间跟前女友喝酒是吧？就那么一回。你是就那一回吗？那些都是业务上的事情。什么都是业务上的事情啊！家里的柜子坏了，我去买一套家具，刷卡的时候余额不足，是怎么回事啊？5万块钱嘛，借给前女友了。那你都想着他，那你跟谁过日子呢？当然跟你了。你跟我过日子，你总考虑他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前女友父亲病了，做手术急需用钱，我就这么把钱借给他了。以前我创业的时候，人家借过我钱，也是5万块钱。后来盈利了，我把这钱还了。现在人家遇到难处了，我想我该伸出一把。就因为这些事儿是吧？假如说我要带异性朋友送我回家的话，他什么感想啊？他想过我的感受吗？这个我倒能理解。明白了，就是他前夫有点事儿找他们俩去喝个啤酒，喝完酒他喝多了，你不介意他的前夫把他送回家是吧？哪能不介意？也介意。也介意。然后呢？行了，拉倒吧，他说介意，我帮你问。他说介意，他前夫现在手头有点困难，对吧？
来找他了，他把钱借给他前夫，但是没告诉你，这事儿你介意吗？有点介意，还都介意哈。相处2年多了，对吧？可是最近3、4个月，你们好像出了问题了。对。是不是说最近3、4个月，你的前女友又回到你们身边了？是的。啊，所以你工作也突然就变得很忙了，是吧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主要是这家公司我去时间不长啊，业务上多了，感觉。对，这为什么你需要这个原因呢？为什么你去的时间不长，你的前女友来了之后，你就能安排她进这间公司呢？因为这家公司缺人。行，反正就是本身这个工作也忙，再加上前女友也回来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你们俩谈论过婚事吗？因为岁数也不小了嘛。啊。我向他谈过很多次了，但是他都是在推辞，说忙。啊，连结婚的时间都没有。也不能这么说啊，但是我照顾他，尽量也是照顾到啊。你不想结婚是吗？想啊，不想跟他结婚是吧？前女友啊，他不是，你看，就想到前女友了。为什么一说结婚就想到前女友了呢？这事儿啊，他心里现在全是他的前女友。有打算跟他结婚吗？有过，对，还是现在还有？有。打算啥时候结呀？在双方合适的时候呗。什么时候算合适呢？就说对方同意的情况下。他同意。也没有不同意。他不是说他想跟你结婚吗？但是有些事情需要准备啊，比如说房子啦、家具啦都要去置办嘛。现在都没有。这要说置办也快。有钱。有。就是物质条件都具备。只是你觉得还没准备好。需要一定时间。前女友现在对你是个什么态度？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就是再想发展是不太可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经历这些事情，他的家庭也反对。觉得和他确实是不合适。你心里确实没前女友了哈？没有了。你是特别介意他前女友回来之后他的这一系列的反应是吧？对呀。你担心和害怕他跟他前女友旧情复燃？对。是吗？对。你做过什么努力去调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吗？我就是劝他，就是说不要再跟前女友联系了，但是他没有听我的，还是联系啊。我告诉他我很介意。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跟他分开，是吧？还是想解决你们俩之间的问题，对吗？我就想知道这些事儿他究竟是怎么想的。现在我自己也挺迷茫的。那你可以直接问他呀。他不说实话呀，我不相信他呀。问题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这段情感有多少真的，有多少假的，他们的前路又如何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嘉宾哈，我想问一下哈，现在就您面前这位现任的女友，最快的速度说出她的3个你觉得最大的优点。温柔，体贴，善解人意。那现在一提到你的那个前女友谈了5年的恋爱，你最先想的3个优点是什么？脾气暴躁。优点。也有人喜欢被暴力的，那也是脾气暴躁。你这未加思考的就是脾气暴躁啊？那你优点呢？说3个。长得比较漂亮，挺节俭的，善良，也可以说真实，对吧？对。因为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的性格一般不压抑、不掩埋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是什么感情就发泄什么。很显然，你们俩是2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性。前面那一个她很真实、很暴躁，每次暴躁之后都会让这位男士心里很烦，百爪挠心，然后恨不得马上就崩掉。但是，一旦真的崩掉了之后，一回头，又很怀念那个女性身上的那种真实的品质。而你今天之所以站到了刘女士的对面，然后很认真的说你心里有她，愿意跟她考虑婚姻的问题，是因为在你刚才列举的关于刘女士的3个优点里，几乎都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。你觉得可能彼此可能年龄到了这么大，是该有一个家庭的时候了。雷先生是时候做个抉择。我觉得你内心里头是早就知道答案了的。他变了，他现在更爱前女友，
前女友没工作这件事，一定是要通很多通电话，甚至还要听到那个前任在电话里哭哭啼啼。那然后他英雄救了美之后，又不敢跟你说，因为他明知道你肯定会生气。但此刻他的心早就偏到前任那儿去了。对。为什么淘宝和 QQ 换密码？你敢不敢让他现在报出密码来？我直接登入，我们看看有没有给女孩子买东西。啊，真没有，没有。啊。那么再看一下你的转账记录里头，是不是当初改密码就是为了偷偷的转这5万块钱的账，从什么支付宝或者其他地方给前女友？不是为这个事情。都不是。不是。那么现在你心不对他打开，钱包不对他打开，你有什么是对他透明的？是这样，他要需要用钱的时候啊，对我说我会有多少给他多少的。现在还有吗？还有啊，也有，确实有哈，有啊，还有多少啊？我去刷卡，这个就不能说了，你还给我多少啊？钱都被你给前女友了，你还给我呢？所以姑娘，当一个男人40岁还没有结婚，45岁还说要再等等的时候，他不配跟你走入婚姻，他一定在心里头有自己的各种挑剔、各种不舍，居然敢当着你女朋友的面说前女友更漂亮。这会在他未来的人生几十年里头，每照一次镜子，他心里都会剌一刀。你每一次一看着他走神，他都会去想，天哪，又去想那个漂亮迷人的前女友了。你还是离开他算了啦。当你的男朋友都不认为你是最迷人、最漂亮的，你要他干嘛？他都不懂得审美你，你只会被他等老。所以姑娘哈，她一定在心里头有自己的各种挑剔、各种不舍，可能不舍的是她的单身生活，可能计较的就是她自己。她一方面要温柔贤惠，另一方面还要漂亮迷人。离开他，他不配跟你走入婚姻。男生形容现在的这个女朋友说，挺好，有点客气。形容自己的前女友说，脾气很暴躁，倒像是爱人。你心里很清楚，你喜欢谁不喜欢谁，你心里也很清楚，谁在你这是暂时停留，谁是想跟你过日子。如果说是爱情本身的话，他遵守的是完美原则，他追求幸福；但如果是婚姻的话，他遵守现实原则，规避不幸。如果两个人在最开始追求婚姻的脚步就是失望的，结果一定是不乐观。退而求其次的感觉很不好，俗称凑合。谁都想找一个我爱也爱我的，爱得淋漓尽致。但是和退而求其次这种不好的感觉比起来，另外一种感觉更不好，那就是被沦为其次，俗称备胎。但如果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人和一个被沦为其次的人在一起生活，悲观加悲观，最后就一定是悲剧。但没有办法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采取了这样的结合方式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现实很残酷，佳偶难求，找不到那种情投意合，我也爱他，他也爱我的人，所以就面临到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到底是找一个爱我的，还是我爱的呢？在这样的选择之下，也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一方很爱，一方完全不爱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无论如何不能结合，因为没有基础。但大部分的情况是一方有意，另一方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。就像他对他的前女友是有意，他前女友对他是有意无意，你对他是有意，他对你是有意无意。我认为大概是有爱和喜欢并存的可能，却没有同时爱上的可能。但是那个爱得多的那个人就是你要扪心自问，我是不是足够大度？大度到可以不去计较他是否还想着前女友，大度到我是不是还去介意他会不会因为仗义、因为感恩去借5万块钱给前女友。而男方要扪心自问的是，如果我和一个非常爱我而我不是很爱他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足够安分吗？我是不是会安分守己，不去想前女友，跟他好好过日子？但事实上你们两人都不是。那既然不是，
那又何必在一起？谢谢三位老师哈。哎，所有的拧巴呀，都是因为自己拧巴自己，别人拧巴不了你，对吧？陈老师让你做选择也是，你究竟喜欢哪个女人？你愿意跟哪个女人在一起？你跟哪个女人在一起？你踏踏实实、本本分分的过日子。新涛老师让你做选择，你能把握这个男人吗？能把握在一起？把握不了，赶紧走。涂老师的意思是，你们要想在一起，你们就降低对彼此的预期，眼睛一蒙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个人就幸福了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今天来这里啊，就是想和他恢复到以往那种亲密的关系。我舍不得他，我想今后啊，努力改变自己，尽量达到他的满意。我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现在也很迷茫，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，因为我没有安全感，我做不到再去相信他。来，请亮灯啊！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吧，啊。来，请关门啊！请关门，请关门啊！来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我们不说他们啊，你会将就着跟一个人谈恋爱吗？将就选赞成，不将就选反对。各位请选择。就自己给自己鼓掌，那是多么的自信！我绝不将就，但现实一定不是这样的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，请开门。对着镜头跟他说，我还是挺喜欢他，希望他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说这话都特别乏力，你直接说，你回来，明儿我就娶你，而且保证一辈子不跟你离婚。不，你得说你回来，我明儿就娶你啊，而且保证不跟你离婚。前女友的问题，对，我和前女友坚决以后不再来往。要真爱，回去好好追吧。舞台只是一个结果片段，不是你的人生，好吗？谢谢你啊，请回。